这边是手掌心，这边就是手掌背。也就是说，手掌心朝前的时候，哎，你又翻个个儿，手掌背朝前了，这两根骨头就交叉了。在手掌心朝前的时候，这两个骨头是并排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桡骨是旋后，手掌心朝内，那这个就是旋前。这是一根横着的圆柱，然后下面这一块呢，上面有一个契合圆柱的窝槽。当它俩扣到一起的时候，就构成了肘关节。那么它有几个运动轴呢？刚才我们说肩关节的时候、髋关节的时候，它属于多轴关节，因为它是一个嵌合在圆柱上的一个结构。那么它只有圆柱的这个轴心的一个方向，这个叫单轴关节，就是它的运动方向非常单一，只有屈和伸，然后伸的话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屈伸。从侧面看，这个是屈，这个是更屈，然后这个是伸。那这是怎么来的呢？从侧面看的骨骼，这是肱骨小头，这里是肱骨滑车，肱骨小头对着的这里是肱骨的外上髁，外上髁上去之后是外上髁脊。这里就是外上髁，外上髁下面是肱骨小头，中间是肱骨滑车，然后这里是内上髁，就是在肘关节的这个位置，概括的圆柱就是这么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是肱骨的外上髁，这边是内上髁，啊，把它概括成一个圆柱，比较容易交代这个运动。这个就是尺骨，这个尺骨呢是尺子的尺，和骨盆上的那个尺骨的尺不一样。尺骨是上端大，下端小，也就是近端啊。近端就是连着这个肘的这个叫近，连着腕儿那一端的叫远，近端大，远端小。这个能看懂吗？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概括过来的。这个代表肱骨的外上髁、内上髁以及肱骨滑车，概括成一个圆柱。这个是伸，这个是屈。那么弯曲的话呢，角度就比较大了；伸直的话呢，到这个位置就再伸不过去了。这个是肱骨，这个是尺骨，并不是完全直的啊，它是在这个直的趋势上还可以再往后一点点。就是手臂伸直的情况下是可以是这样子，并不是绝对完全是直的。这是伸直的情况下，肱骨的方向，然后再伸直这个尺骨的情况下，尺骨是这个方向。肘关节比较简单，它就是一个屈一个伸，一个屈一个伸。你看，这个是它们两个中间的圆柱结构，在这个圆柱上对着这个圆柱啊往上转，这个就是屈伸，运动方向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这个是肱骨，这个是尺骨。那么肱骨小头下面对着的是桡骨，桡骨和尺骨相反，桡骨是近端小，远端大，然后桡骨下面比较宽，它对着的是手掌。大家能分清这个是哪一个手臂吗？哪个角度？左还是右？这边是外侧，肱骨小头是在外侧的，这个是右臂，右手臂在冲前的情况下是这样。手掌心啊，这边手掌心，手掌心朝前。然后除了手肘这里呢，除了有这个屈伸的动作啊，然后桡骨有一个运动轴，桡骨的运动轴呢是从肱骨小头和这个尺骨头连线，是一个斜着的，也就是说它会绕着这个轴运动。好好听啊，就是你一溜号就容易听不听不懂，就过去了。之前我们说了，尺骨和肱骨是相固定的，它是不会转的。那么会转的只有桡骨。
它是绕着这个轴转过来的。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呢？能想象得出来了吗？这边是手掌心，这边就是手掌背，也就是说手掌心朝前的时候，哎，你又翻个个儿，手掌背朝前了，这两根骨头就交叉了。在手掌心朝前的时候，这两个骨头是并排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桡骨是旋后，手掌心朝内，那这个就是旋前。这是一个前臂，带着手肘，带着手掌，这里是腕关节。那么在进行旋前的时候，它会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手肘这里呢还是不动，这里是肱二头肌，肱二头肌下边的这段肌腱，让它桡骨旋前。它变成了这个动作。这个东西你自己做一下，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你就把手伸下去，哎，你在转的过程当中你就感觉到了，桡骨转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掌的侧面就对着我们的视线了。那么如果说手掌背转过来的情况下，这边的形上面有什么变化？肱二头肌就不冲着我们了，你看前面这两个啊，都是肱二头肌冲着我们的。然后桡骨在旋前的过程当中，桡骨达到它最大极限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个角度。那么桡骨再转，其实就是上臂跟着转，手掌背冲着后边的时候是这样，这个就大概多知道一个知识点。用的时候呢可以不用，但是你多知道一点呢，你对它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的单一。这就是桡骨手肘前臂上的一个动作，桡骨的旋前和旋后。